现在外面开始下雨了，我们这一期呢就带大家一起去外面拍一些雨景，这一些都是图库相对比较容易卖出的照片。为什么呢？因为下雨的场景相比晴天的场景肯定是要少的。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我们一起去外面拍多一些照片去卖吧。录制完之后，我会等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发布这一篇视频，因为我到时候想把它那些卖出的图片的价格也一起标到上面去。3楼到了，你好。电梯上行。您好久没看过你女朋友的。哦，是。1楼到了。有时候就是那么神奇，你拼命想要忘记某些东西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就一直在提醒你。OK， 我们回到正题，我们先拍一下草堆。草堆拍了很多，但是卖的其实比较少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先拍一下这一张，是个学生背影。好，那些光打在绿叶上面，会有一种生命力的表现。红色的光表示危险。雨景也可以拍一下，有时候会卖到。井盖也可以拍一下，井盖有时候也会卖到的。加上现在是下雨，树叶也可以拍一下。拍的时候记得横竖都要拍一遍，增加图片数量嘛。像雨水有倒影的，我们可以多拍一拍。那边有长凳，我们也可以拍一下，有时候也会卖出这一些图片，也是横竖都拍一下。这边也是树叶，树叶堆我们可以拍一些，但其实图库有挺多这一些照片的，也不太好卖，但拍吧。接下来垃圾桶也可以拍，但不要拍到那些标志。灯也可以拍一下，也是横竖。哇，这场景挺漂亮的。水面可以拍一下，经常会卖到。接下来那个救生圈也可以拍一下，救生题材挺不错的，有时候。这个场景挺不错的。石凳也可以拍一下，有时候可能有些大爷象棋图片之类的会有相关联，也可以用上。也是雨景。再来一张雨景。路灯也可以拍一下，卖的比较少这些，来都来了。儿童乐园这些经常卖到的可以多拍。水渠我们也可以拍一下，这些挺稀缺的。
我们再回到乐园再拍多几张吧。滑滑梯这一些也可以多拍，经常用到，而且下雨天的也比较少。感觉雨好像越下越大了，拍多几张我就回去了，免得等一下鞋子全部都湿了。像儿童乐园这一些下雨天的题材，我感觉可以多拍，就感觉好像能够卖出不少，就在将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时候拍照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就你拍完这张照片之后，你会觉得说，接下来这张照片应该会卖挺多张的，就有这种期待。不会说每次都成真。像我们今天拍的这一系列照片，可能近期内卖出应该两三张左右吧，应该不多。哇，这怎么那么大雨？好久没有下雨天出来了。其实下雨天的时候真的很适合出来拍图片摄影，因为它比晴天拍摄的作品数量要少得多，卖出的几率自然也就高许多。这个垃圾桶来了，我刚刚一眼望去，我还以为是个人站在那里，有点吓人。我刚刚来的时候，右边那个拐道那边还有一辆黑色的那个车子在那一边，我背着车子拍了大约5分钟吧，然后那个车子突然间发动开走了。原来那么久时间里一直有人在那里，那他一直看着我拍着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好大雨。其实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国内很多公园都很喜欢搞这些五颜六色的灯。红色的大灯笼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就晚上的时候，如果你说没有其他白灯，只有红灯，那你晚上的时候你敢过来这么个公园吗？而且还是如果是下雨天。希望看完本期的内容，大家对于图片摄影拍什么也会有比较一个清晰的认识。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类形式的节目，就实拍，或者大家一起去外面实拍的，那可以跟我在弹幕里面或评论区说一下，我会安排更多这一类型的视频。感谢大家的点赞、转发、分享、投币，谢谢各位，永远感恩。